Hi everyone, this video is designed to be used with Language Reactor, a great tool for language learning that has the following 5 features. For a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on how to use Language Reactor, click on the link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If you wish to study with transcripts, go to our website store to have access to our entire PDF collection for one low price, as well as other inexpensive courses such as HSK 1 to 6, Anki flashcards, pocket-sized posters to study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ll as audio podcasts, street interview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more. A link to our store is below.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琳。看了上个视频的人应该知道，我在农村和父母生活了1年后，就打算出去找工作了。没看的人可以去看看。那今天就给你们讲讲后面发生的事。在农村的生活很简单，每天起床就干活，吃完饭就看电视，四处溜达，一天的时间很快就打发掉了。但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会冒出一些奇怪的想法，这些想法每晚都折磨着我，我感觉我快要疯了。20岁的我处于最美好的年华，没有谈过恋爱，没有旅过游，好多在这个年纪该做的事我都没有尝试过。而我的亲戚们已经开始忙着给我介绍对象了。在农村人眼里，好对象的标准就是有房，有稳定的工作，有年轻健康的公婆可以帮忙照顾孩子。忽然间，我好像看到了我的未来。相亲，进入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生一个能传宗接代的儿子，然后就每天吃饭、睡觉、照顾孩子、打麻将，偶尔和老公因为生活琐事吵架，然后就等待死亡的来临。我不停地问自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人生吗？如果是的话，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可悲。内心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决定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寻找、尝试不同的事物。所以我必须离开老家去找工作。可没有文凭和任何技能的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后悔当初没有认真读书，考上大学，否则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纠结茫然。既然没法改变我的教育背景，那学门技术或许是条出路。我的村庄是属于一个叫乐平的城市管辖，刚好我有个朋友住在乐平，他在美容院里工作，建议我跟他去学美容。我心想，好歹是门技术，而且还能顺便让自己
变美变自信，满怀希望的就去了。一般来美容院消费的顾客都是中年妇女，她们担心自己变老，所以投资一笔钱在脸上，好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点。她们甚至还会做身体保养，以防止胸部、臀部下垂等等。他们每个月都会抽空来几次，躺在小小的床上，闭着眼睛，享受美容师的手指在他们的脸上轻轻按摩，期待醒来就能发生奇迹，一下年轻好几岁。老板娘和美容师们就会在一旁不停地夸赞他们，并巧妙地把话题转移到推销产品上。这些女顾客听到有人夸奖他们，自然开心，心甘情愿地掏钱买单。一想到我需要为了推销产品赚提成而拍马屁，我就很不自在，所以不到1个礼拜我就不干了，学技能的希望就这样落空了。那这下我怎么办呢？反正我是不能回老家，我必须留在城市里，因为只有工作才能有机会赚钱，改变自己，尝试不同的事物，找个自己真正爱的人。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又找了份工作，在女装店里做销售，工资不高，但我相信只要待在城市里就有希望，所以我很开心。我一直是个很自卑的人，总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也很害羞，不敢接触陌生人。看着身边的朋友们自信美丽，受男生欢迎，我打心眼里羡慕，希望自己也能变成那样。那时我交到了一个朋友，她正是我羡慕的那种女生，美丽自信，有很多人追她，所以我很喜欢跟她在一起玩。有一次她约我去逛街，见面的时候才发现她带来了一个男人，2个人看起来很亲密，我猜想肯定是她的男朋友，但也没有直接问。逛街的过程中，她不停地试衣服，那个男人不停地掏钱为她买单。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并不喜欢她，他们也并不是男女朋友，他只不过是利用她的喜欢，让她心甘情愿地为他花钱。我听完后很震惊，也很沮丧。他一直是我的榜样，是我想成为的人，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那并不是我想要成为的人，否则我自己都会看不起我自己。经过这一次，我便不再跟他联系了，但我始终相信爱情是存在的，于是我开始扩大交友圈，以认识更多的人。有一次，我的同事
邀请我去 KTV 唱歌，还有一群我不认识的男人。我很开心能有机会认识很多的人，但胆小自卑的我总是坐在一边沉默不语。中途有个男人让所有的女生全部出去，只留下几名穿着暴露的女子和男人们。他们说要玩游戏。接着我就听到房里传出来男人们猥琐的笑声。我站在外面很不解，然后同事暗示我这些女人是小姐。当时我就感觉我的胃很不舒服，想吐，只想赶紧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我一点想认识这些人的欲望都没有。几个月前，我对这里充满了希望，以为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可后来发现，这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于是我再次陷入了迷茫中，并且很失望。这时我的老板要重新装修店面，给我们放假1个月。平时不太联系的表姐刚好这时跟我联系，邀请我去深圳旅游。旅游一直是我想做的事，因为可以看到不同的地方，见到不同的人。我当然很愿意，于是买了车票，就踏上了我人生中的第1个旅途。而这趟旅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